你还记不记得这两个词儿？一个是实在性，你不看月亮的时候，月亮仍然是存在的；另一个是局域性。我在北京干一件事儿，这件事儿不会瞬间影响到上海，影响的速度不能超光速。爱因斯坦认为，在量子力学中，这俩特性必须是同时成立的。但是在前两讲中，物理学家通过实验告诉我们，它俩不能同时成立。后来又有实验表明，爱因斯坦设想的实在性也不成立。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，这局域性还能不能成立呢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这讲我们就来学习一个量子力学的特有概念——量子纠缠。量子纠缠最早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，他把它称作鬼魅般的超距作用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说啊，量子纠缠就像心灵感应，你对一个粒子做测量，另一个粒子无论在哪里都会瞬间响应，中间不需要任何时间，这是一种超光速的现象。这也就奇怪了，任何物体都不能超光速，这不是爱因斯坦自己在相对论里提出来的吗？怎么他又把自己给推翻了呢？量子纠缠到底超不超光速呢？我们先来说一说量子纠缠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假设两个粒子形成了量子纠缠，我只要测量其中一方的状态，就能瞬间推断另一方此刻的状态。我敲个黑板啊，我说的是瞬间推断，不是说我决定了另外一方此刻的状态。咱就拿爱因斯坦和波尔打个比方吧。咱们假设啊，他们俩形成了一个心形上的量子纠缠，不管他俩离多远，就算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欧洲，他俩的心情都能保持绝对的相反。波尔如果心情好，爱因斯坦肯定心情难受；波尔如果难受，爱因斯坦肯定心情好。那他俩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你得问了才知道。如果不问他们，他俩就同时处于好心情和坏心情两种状态。如果你问了其中一个，你就能瞬间推断另一个心情好不好。在这儿，我要纠正一下你可能有的误会，可能你会以为纠缠的物理状态只能是相反的，其实不是。比如电子的自旋方向，两个电子如果有量子纠缠，自旋方向可以相反，比如说一个朝上，另一个就必然朝下。当然自旋方向也可以相同，要么都朝上，要么都朝下。还有一个误会是，好像是只能两个粒子纠缠，其实啊，3个也行，N 个粒子都行。Google 的量子处理器啊，就是53个量子在纠缠。好，咱们回到爱因斯坦。如果此刻爱因斯坦在我面前，他一定会说，相对论说了啊，任何影响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。此刻的你啊，只能受到此刻身边事物的影响，不受任何远处事物的影响。这叫做局域性原理。局部的局，区域的域。如果量子力学认为测量会瞬间改变两个粒子的状态，那就违反了局域性原理，肯定是量子力学错了。所以啊，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要对，那我局域性原理就错，相对论也错了。反过来讲，我的相对论要是对，你量子力学必然错，这俩理论不能同时成立。所以爱因斯坦当初提出量子纠缠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量子力学有错。不过啊，这些都是空对空的讨论，在判断谁对谁错之前，我们还是应该来看看实验怎么说。实验是这样的，物理学家从一个地方发出一对量子纠缠的光子，我们还是把它们想象成爱因斯坦和波尔吧。这哥俩走过相同的距离以后呢，分别到达北京和深圳的2幢房子里。但是他俩纠缠的不是心情，而是这么一种关系。如果你看到老艾在北京这边的1楼，那么波尔就一定在深圳那边的2楼。如果你看到老艾在2楼，那么波尔就一定在1楼。现在我跟你说一个测量的思路，这个思路啊，不是物理学家操作的真实逻辑，只是便于你理解物理学家的想法。比方说啊，你现在在北京测了一下爱因斯坦，我在深圳看见波尔的状态突然跑到1楼了，那我就用从北京到深圳的距离除以这2件事发生的时间差，就能算出这种影响的传播速度了。这个传播速度有多快呢？从2000年开始啊，几组物理学家做了不同的实验，结果都发现这个速度的下限最慢也超过了光速。
而且有可能这个速度啊，它根本就没有上限。你看，实验证明量子纠缠真的违反了咱们刚才说的局域性原理。那另一边的相对论呢？也有无数的实验证明，光速啊确实是所有物体和信息的速度上限，不可能有东西超光速，局域性啊必须成立。那你说这怎么办呢？通常情况下，结论互相矛盾的两个理论，我们必须二选一，必然有一个是错的。但是现在，他们两个都被实验验证，我们没得选了。这就把我们逼到了第三种可能。这两种说法都对，但是它们有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。我来解释一下这第三种可能性啊。其实啊，爱因斯坦对量子纠缠超光速的理解是错误的。他以为的情况是啊，测量北京那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就会偷偷给深圳的人发消息，让后者跟他的行动保持一致。测量一个人就瞬间影响了另一个人，这种影响就超光速了。但现实啊，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其中并不存在影响，而是只存在某种关系。这就像一个航天员跟妻子闹矛盾，跑到火星上躲起来了。他妻子上法院起诉离婚，法院批准，离婚就瞬间生效了。这个生效速度它是无视任何距离的，就算航天员跑到银河系外面，离婚也是瞬间生效的。所以啊，测量的影响不能超光速，但是断绝关系完全可以超光速。知道了这一点，量子纠缠的事儿你就好理解了。你测量其中一个粒子，就能瞬间推断另一个粒子的测量结果。这就好比航天员的妻子把字儿一签，法院一盖章，我们就能瞬间推断航天员他现在是单身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没有以任何方式朝另外一个粒子发出任何信号。虽然违反了局域性，但是并不违反相对论。也就是说啊，相对论不等于局域性。有了量子力学以后呢，相对论还在，但是啊，局域性却不成立了。那么局域性和相对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下面从信息的角度来理解一下这个问题。我先说一下爱因斯坦误解量子纠缠的根本原因，这还是要回到咱们课程里反复提到的那个词儿——波粒二象性。爱因斯坦还是在用单纯的粒子视角来看待量子纠缠，他总觉得他是他，波尔是波尔，这是两个独立的人。所以啊，你一测量他，你就瞬间知道波尔的状态，那肯定是他偷偷给波尔发消息了呀。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从波粒二象性的视角出发，用数学公式波函数把它们的状态写下来，你就会发现你只能写出一个波函数，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波，是一个整体。你测量了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，发现结果存在关联，这根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呀。这就好比老艾和波尔哥俩在玩跷跷板，你发现一个人在地面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一定在空中，这是因为两个人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体，他们通过跷跷板联系了起来。原来我们只关注两个人的状态，却忽略了跷跷板。跷跷板就是他俩之间的关系，个体加上关系构成一个整体，量子纠缠指的就是这个整体。如果你是科幻小说迷，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，科幻小说不是经常说量子纠缠能超光速传递信息，这真的可以吗？我明确地告诉你啊，这不可能。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信息，一种啊是必须用波函数才能写清楚的信息，叫量子信息。量子信息描述的是波粒二象性。另外一种啊是我们常用的，比如说短信啊、写小纸条这样的信息。这些信息要么通过电磁波，要么通过宏观物体传递，叫经典信息。相对论说的是啊，经典信息的传播不可能超光速，但它并不限制量子信息。这在量子力学中啊叫做不可通信定理，意思是说你不可能利用量子纠缠来超光速的传递经典信息。下次啊，你要是再在科幻片里看到说我用量子纠缠实现了超光速通信，那你就可以微微一笑，不必当真。其实啊，之前我说局域性就是影响不超过光速，是为了便于你理解。现在你知道了，局域性强调的是我只研究北京的粒子，
就能把北京的量的信息说清楚。此时此刻深圳的例子跟我没关系，我不研究它。但是量子力学说，它们实际上是有关系的。你要是想说清楚北京的量的信息，深圳那边得配合你，你才能把他们的关系说清楚。而且这关系里面也包含量子信息，这就叫非局域性。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说相对论和局域性不是一回事了。相对论说的是经典信息不能超光速，局域性说的是一个地方的人能不能把本地所有的事儿全说清楚。超不超光速啊，只是在这个说事儿的过程中要考虑的一种情况而已。最近几十年，物理学家对非局域性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。他们发现，在没有量子纠缠的时候，非局域性也成立。由于时间关系啊，我就不详细解释了。你只需要知道，量子纠缠具有整体性，但是没有量子纠缠的时候呢，量子状态照样可以存在整体性。有很多人说啊，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思维，现代科学强调分析思维。比如说啊，现代科学非要把一个整体还原成几个部分，然后逐个分析。但是你看，现代科学也有整体思维吧？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啊，就是一种典型的整体思维。总结一下，量子纠缠表现为，如果你测量 A 粒子，就能瞬间推断 B 粒子的测量结果，不论 B 粒子离你有多远。这个过程是超光速的，但是它并不违反相对论，它们之间并不传递经典信息。量子信息是非局域的，它的本质还是波粒二象性。最后留一个思考题，除了量子纠缠以外，你还听说过哪些科学现象需要用整体思维来研究呢？请留言说说你的思考。到这一讲为止啊，我们讲了量的世界的一大堆性质，但这些性质呢，好像只能在微观世界看到，它们在宏观世界也存在吗？我们下一讲详细讨论。